潘家村就是全部的人都姓潘吗？这种就是一种团结，所以我们说不要惹潘家的人。我爷爷种了很多红毛丹树。汤参区经过数十年的改头换面，在居民心中烙上酸甜苦辣的记忆。铁路汤参东海岸线贝雅市蓄水池、汤参自然公园和春叶自然公园，曾是2个消失的村落——潘家村和海南村的所在地。每次我经过这条路，每次我经过我的家乡，我就会心很揪啊。在我身后呢，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乡村。我在那里住了14年。在7岁的时候，早上我就必须去打井水，洗全家人的衣服、洗地、泡咖啡。如果没有做的话，会被打。十里达河的乡村生活是艺人潘玲玲和2个弟弟心心念念的回忆。很小的时候，带着我们2个去上幼儿园啊。乡村的路是很多树啊，很多狗啊，然后又很暗啊。爸爸是批发给人家，小时候跟姐姐就要开始做工，我要照顾爸爸的那个渔场、鱼池。要吃鱼就去捉啊，所以我小时候很少在家，大多数的时间就是跟我的隔壁的小孩子啊一起在山坝里面跑来跑去。其实后面那时是有一条所谓的河流，河流，所以他每次低潮的时候呢，爸爸就会划着独木舟，然后就去撒网，然后撒网做什么呢？就是抓花蟹。然后他撒了网之后呢，他有时候我们就2个人就会跟他去，然后看他的收获。收获之后我们就很开心，就是把那些花蟹全部放在桶里面，或者是如果很干的时候，我们2个就会下去挖那个蚌。所以我们2个生活其实比较多姿多彩，因为爸爸会常带我们去。这条十里达河曾经养活许多人家，孕育了潘家村的几代人。19世纪，他们的祖先从福建南安乐丰村离乡背井到新加坡，辗转搬迁3次，最后在兴利巴落户。兴利巴原先是潮州籍商人苏文兴的胡椒和甘蜜种植园。潘姓人来了之后，务农为生，建立起潘家村，范围在今天的春叶自然公园到十里达蓄水池下段。我还知道潘家村的每一个角落，谁住在哪里，住在哪里了。那就是恒山庙、信顿小学。潘用卫和友人住在潘家村超过35年，虽然村子不在，乡情却始终不变。大家见面都以叔叔伯伯相称啊，里面还有一个姓王的跟姓傅的，他们都跟潘家村的有关系的。那这个村子本来是比较封建的，这个村子别人啊进去了要出来也难，没有跟人家接触的，都是自己自封的。潘家村不到100户人家，住在亚达屋和新板屋，村民有血缘宗亲关系。村里有华小、戏台、杂货店、家具店等，自成一格。衡山庙是潘家族人的祖庙，潘府大人是庙里的祖神。你看那个潘府大人哦，旁边是陈李二将军哦。神诞的时候很多人的，以前还有做大戏哦。我们今天带你们来祈福哦，拜拜哦，保佑你平安健康长大哦。
潘景海担任衡山庙的主席20年，他提到，祖先从福建南安搭帆船来到新加坡，身上都会带着一包香灰来保平安。到达新加坡之后，都把那个香灰放在家里。后来就有人提议说，何不我们在这里也给他建立一间庙？纷争吵架呢，也会到衡山庙来调解。有时候总是为了小的纠纷，这样侵犯到隔壁家，因为当时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地界的，你又这边东家又说是他的，西家又说这里是他的。衡山庙留下来的意义就是把以前我们潘家村的一些事迹，让榕树在这个衡山庙里面。潘家村村民饮用10里达河水来务农和养殖家畜。潘南强一家就是买卖农产品来养家糊口。我们在潘家村住了25年，以前我们家有养鸡、养猪，还有养鸭，还把鸭蛋孵成小鸭，再把小鸭拿到巴萨里面卖。当时的人比较有人情味啦。因为白天啊都不会关门的，不会像祖屋这样关门。对啊，只要有一个外面的人进来哈，就知道不是村里的人。70年代，政府的公共建屋计划延伸到义顺地区，新镇建立，潘家村也难逃变迁的命运。昔日的乡土情怀逐渐远去。汤参自然公园的这些残垣断瓦，就是海南村的遗迹。海南人下南洋到新加坡，最初是在兴利巴务农，直到兴利巴开垦成为潘家村，海南人便搬迁到这里。战后，大量海南人为了彼此照应，陆续搬来此处，海南村成型。其实，第一个在这里落户的是渔趣园的主人韩怀准。弄的韩凤姑，弄个阿公的韩怀顿，弄的蓝正南，弄的韩怀顿嘅敦女士。自然公园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我爷爷的家曾经在这里。我爷爷韩怀准在这里种了很多红毛丹树，收集了许多古董。现今汤参自然公园的范围，也就是红毛丹园、渔趣园的发迹地。这个梯级就是上来的渔趣园和红毛丹树的种植，还有2房1厅的屋子。海南人韩怀准是飞升海内外的考古学家和种植专家。他在家乡海南岛的染坊生意入不敷出，1915年来到新加坡，在树胶园寻找出路。他当时呢是做一个记账员跟书记，所以他的月薪只有8块钱日币。所以他看到一个普通不认识字目不识丁的各教工人，他的收入是60到70块钱一个月，他觉得真的很刺激，很不够，他就开始学习各教的技术。这是爷爷奶奶。省吃俭用还清债务，
韩怀准把剩下的存款投入经营德国神农药房，生活才渐入稳定。雅英姑姑，我们今天早上去东森自然公园，抬头看没有红毛丹树。那很可惜，有一年我回去，我看见好多的红毛丹壳子在马路旁边，给猴子吃完，就给我流口水。住在澳大利亚悉尼的韩雅英是韩怀准的千金。我是最小的女儿，父亲做盘船呐，很辛苦的。到了南洋，到新加坡以后呢，因为人生地不熟，所以经过很多的困难，但是他很勇敢，因为他出生在海南岛，他对海南岛的荔枝很感兴趣。很喜欢吃红毛丹，它吃起来跟荔枝的味道差不多一样，他就找地方想种红毛丹，然后他找来找去，到最后买下了 Dawson National Park， 因为那个地很荒野，没人开发的，但是很便宜。他买了以后，他经过很多的辛苦，就开了这块地，然后在那里种了200多棵不同味道的红毛丹，就跟着他了，做他助手咯。我就学会了怎么去借红毛丹，刮，然后包起来，它出根以后就可以去转到地下去或者盆里面去种，然后怎么施肥，怎么浇水。父亲又能文又能武，我还是比较尊敬和觉得羡慕他。他白天晚上都在看书，都在研究，做很多的实验。韩怀准研发8种口味的红毛丹，志得意满，不时邀请中外文人雅士到余趣园做客。红毛丹成熟的时候，一片那个绿红红的，非常漂亮的。然后呢，吸引了不少顾客啦、朋友啦、学者啦，包括施飞鸿啦，都来到红毛丹园里面。对中国陶瓷有兴趣的韩怀准，还投入考古领域涉猎寻宝。中国流失了很多古董，他就到我们新加坡的界双桥，就是 Sungai Road 市场里面去找这些古董啦、书画啦。一手打造的余趣园，给韩怀准一家人带来了欢乐。不过，年近70的韩怀准始终想落叶归根。1962年初，他接受中国的邀请，到北京故宫从事陶瓷研究工作。临走前，不顾亲友的劝阻，他忍痛出让苦心经营26年的余趣园，并将珍藏多年的瓷器打包成11个木箱，捐给北京故宫博物院。他一直是爱自己的祖国的，爸爸就准备送这些古董，施飞鸿的画啦、齐白石的画，一切都拿回去中国。那时候我说哇哦，我从来没有想过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我就跟着他去了。1970年，韩怀准患上胃癌，在北京去世。雅英始终忘不了父亲临终前的样子。他最后那一刻，我们就在他床旁边，我就在他的左边，我其他的人就在右边。在他清醒着那一刻，他的脸不像右边，是向左边，就看着我。他那个微笑呢，我非常感动。
就那么2秒钟的微笑，很自然的微笑，我看得非常开心。接着他眼睛就闭了，他笑笑的闭着眼睛走的。就这一点呢，我觉得他很疼我。韩怀准离开新加坡后，这片土地陆续迎来海南人落脚，形成海南村。潘家村的土地没有被高楼大厦占据，而成为春叶公园连道的一部分，迎接运动消闲的游人。另外，潘家村两端各有2条地铁线路，分别是汤申东海岸地铁线的春叶站和南北线的卡迪站。我们读书的时候啊，校长是骑脚车来的，对啊，还有老师啊，都共乘一辆汽车来乡村里面教学。要进村很远，大概半个小时哎，一个老师驾车，然后其他的老师都坐那辆车进村。在学校卖零食卖小吃的，都是我们村里的叔叔伯伯在那边卖。潘南强和家人提起的是信敦学校。60年代初，潘家村村民以衡山庙的戏台为课室，后来祖庙拨出一块地建立信敦学校。创校校长潘留琴鼓励相同就学，招收女学生。这个是我们以前的信敦小学，大家都是信敦小学毕业的。衡山庙来补助这个信敦小学的费用啊，也是有香油钱啊，才可以把这个信敦小学办好。我们信敦小学是政府的补助学校啦，我们有4、5个老师啦，还有一个校长啦。那我们的班级差不多有5、6班级啦。阿摩顶底那里我靠你嘛，衡山庙做大戏，整个甘榜很热闹，对，外围的人都来看戏。搬离潘家村后，大部分村民都散居在红帽桥、中邦和义顺祖屋区。潘玲玲和亲戚决定住在同一座祖屋。他就是我的阿寿。这个厝是我们的。行老厝，你欢喜无？就是无欢喜啦，佢挂出来才无欢喜。我跳老厝啦，好什么嘛好，爱什么就什么呀，爱食鱼，爱食一条的啥食，偌好，其实你乜都唔见。做啊，听个偌好。我们觉得凝聚力对我们潘家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从乡村到现在，我们都不放弃这一块。旧汤申路上段曲折蜿蜒，像一条没有尽头的绳子，穿越2侧的树林。早期这条路是通往海南村村口，往前便是贝雅市蓄水池下段。Ramalan 住家离海南村不远，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The Hainanese people come over to our place to play football. Further down is where the Hainan village, where they sell chicken and eggs. This is a gantry route. Usually we don't have the chance to view the gantry because we are helping our parents selling the satay, the lemak all. The exit entrance we block off. We are not allowed to move out. Only after the race completed.
海南村搬迁，赛车也停跑。旧汤申路上段褪去往日的风采，成为野猴的天堂。祖父的渔趣园已经成为回忆。这片土地在2019年成为汤申自然公园的一部分。公园里，韩怀准当年的故居在岁月中残破崩塌。回到新加坡，我们一定跑到汤申 National Park， 见到它的一草一木呢，就感觉到非常亲切，就把我带回我的童年。我就心里不由自主的就唱起，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我遗憾的就是看不见我的屋子啦，小小的图书馆，有那个水井，哎，那是我小时候游泳的地方，都不见了。至于红毛丹呢，如果是我们已经不在了，就让给猴子吃。城市化伴随着变化，变化夹杂着悲欢离合。梦回故园情未了，思思念念家常在。